拿下！大人，又被人家埋伏了是吗？大人，你看你那倒霉的样儿，你去把老板娘给我喊来。是。跪下！这种事儿你也敢答应？那他们拿我姐性命威胁我，我能怎么办呀？秦捕头，是我让五子答应的。怎么回事，大人？大人，我不认识索伦图，他们怎么可能找我呀？他现在不找，马上就会找。那他们找里应外合的人，也不该找我呀，应该找我大哥才是。不对呀，索伦图对东昌府的地盘了如指掌，他不知道谁能用谁不能用啊。刘大人，合着您这是骂我呢？我就是一当叛徒的材料呗。我没这意思。你想，现在有谁呀？你跟大和松，我猜索伦图准知道我不信任大和松，所以肯定找你。来，五子，起来吧。其实刘大人早就安排好了，刘大人就猜到索伦图会想着里应外合。大人，真有人找我了，而且他们还拿我姐威胁我。你答应了吗？按照您说的，我犹豫了半天才答应他们。那就好。大人，那我姐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对于索伦图来说，你姐现在很有用，只要徐武不死，你姐安全着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大人，昨天大嫂来找过我，她告诉了我索伦图的计划。他就是想用他们俩的关系把门打开。大人，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大嫂。哥，那我们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出师不利，够索伦图琢磨一会儿的。你们先休息吧。是。走啊。来啦，大人。大人，您找我？大人，民女是不是做错什么事儿，让大人不开心了？这个人昨天进了东昌府，和刘墉通风报信，坏了我的大事。你说这事儿换作是你，对这个人该怎么办呢？大人，这是你们男人的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。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？好，来人，是，把这种人拉出去，给我砍了。是，大人，饶命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？说实话。大人，我之前跟您说过，东昌府里面有我一个熟人，其实那是我的亲弟弟。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他，给他送点吃的，我什么都没干呀，大人。还跟我撒谎！大人，我真没撒谎，请您明察。看你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杀了你可惜了。
副官，在。老爷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里应外合的？嗨，他能怎么干呢？他只有这么干才能赢咱们呀。只不过他没算出来，我猜出他找谁来了。可你要是猜不到呢，这不是太危险了？我替他算好几天了，就这么些人，你说他找谁呀？除了项武，他能找谁？府里就这么多人，就这么等着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？夫人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索伦图要想保住脑袋，没几天他就得撤兵，你看着。我看不一定，他这个人呀，变化无常。夫人，要不然我让秦捕头先把你送出去。你呢？我留下来跟他谈谈。那可不行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不，你走啊，至少先是安全的。那也不行，我就算死，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老爷，老爷，索伦图又来了。哎，你看，我没找他，他倒先找我来了。说是抓了个奸细。刘大人，我听说昨天又进去一帮降马，哎呦，我正为你们担心呐。是啊，左大人，也不知道这降马头子怎么想的，非派人往我府衙里闯，死伤不少啊。是吧？哎，正好，我替你们抓了一个奸细。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他呢？我准备烧死他。索伦图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这明明是宾满楼的老板娘，怎么可能是奸细？格格，格格，请看，这是他亲口供述的文书。他呀有个弟弟叫相府，就在你们东昌府里边，他们两个人内外勾结，串通一气。你们很危险的。左大人，您真是替我们操碎了心呐。刘大人，我给你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内，你把徐武放了，我把这奸细交给你。过了3个时辰，你自己琢磨着怎么办吧。大人，您就让我杀出去吧。大人，他们会烧了我姐的。再等一下，还有3个时辰。老爷，可那徐武已经招供了，还有什么用呢？还不如把他给放出去。不行，夫人，我们只有口供，没有人证。徐武过去就会翻供，到时候被动的是咱们。可现在人就绑在柴堆上，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大人，秦朗愿意主动请缨，斩杀索伦图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可你给我让开！我得去救我姐。武子，你听我的！给我让开！那他妈是我姐，现在没人管，刘墉管吗？我没时间了。武子，武子，我告诉你，刘大人说的对，咱们这么出去，谁也救不了你姐，反而都得死。武子，听大哥的，你姐不会有事的。她也是我最重要的人。让他们去准备吧。大人，您真要烧死这个老板娘啊？
那就看刘墉怎么去选择了。大人，您真英明。哎，上面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就知道指望不上他们。那刘墉是傻子，他能把徐武轻易交给我？这索伦图还真是混蛋，竟然还敢架起火堆！大人，还有半个时辰了，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，好像就要点火了。那咱们就这么看着向月荣被烧死啊？而且大人，如果你不救，就会背上见死不救的罪名。如果要救了的话，徐武一旦翻供，老爷会被朝廷追责，又来个栽赃陷害总兵的罪名。这怎么着都是老爷的错了。大人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我们大人说了，刘大人要找总兵大人说话。看看，走，跟我去会会刘墉。3个时辰已到，刘大人，请出来吧。拿徐武换人。罗大人，徐武在这儿，放了江月荣吧。你先把徐武放了。怎么着，索大人？你围着我的府衙，难道还怕我说话不算话吗？哼哼，那不行，让我看看他的脸。看真着了。金木头，我们先放。怎么情况？刘墉，你敢骗我？点火！是。
索伦图，听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亳州镇总兵索伦图，居高位拿号禄，享特权，本应为国尽忠，报效朝廷。然索伦图罔顾皇命，滥用职权，犯下累累的罪行，仍不思悔改，武力包围官府，围困朝廷命官，此乃谋逆之罪，有负皇恩。即日褫夺兵权，判斩立决。着东昌府知府刘墉为监斩官，钦此。臣刘墉领旨。老爷，你说如果我爹今天没能及时赶来，我们真的死在这儿了，会不会有什么遗憾呀？没有，没遗憾。可这案子没破，咱们也没能回京城，你也没有官复原职，你真的不遗憾吗？夫人呐，名啊利啊，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看，就经历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倒更坚定这看法，不遗憾。那你就没有别的想法？没有。那就在被围攻的最后时候，你就没有想点别的？没有。哦，夫人，我明白了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，哪怕就是死，也要跟夫人死在一起，才死而无憾。二哥，别练了，快过来。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带好吃的来了。嘿嘿。饺子，尝尝，看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说吧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给我送饺子，这是何意啊？你看出来了？那肯定是有事儿啊！你别含蓄啊，你就直说，我都能承受得住。你大哥向我提亲了。你答应他了？答应了。怎么了？你这副表情，你不替我高兴啊？不是，你说你这这么好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？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呀？
你是不是觉得你大哥人不好？没有啊，大哥人好啊，武功盖世，是吧？人高马大，照顾咱们照顾的都挺好的。你要跟他在一块儿，你一定会幸福。姐，来，我给你擦擦，躺好。没事儿。你饿不？我给你做点吃的去。我这肚子呀，到点就咕咕叫。你说咱们让索伦图给围了这么长时间，好不容易开一次荤，他们那些人还不积极，他们就不正常。我觉得正常的就咱们俩。哎，我跟你可不一样啊。木南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徐武也是被毒蜂杀死的，也就是说，杀害我爹的凶手又出现了。木南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那个放毒蜂的凶手，替你父亲报仇，相信我。贺侍卫，你说会不会是索伦图的人？应该不会，他愿意交换人质，就是想要活的，没必要再杀人灭口了。那还能有谁啊？除了索伦图，谁会对徐武感兴趣？那个人身手不凡，神出鬼没，用毒蜂杀人的方式也比较不一般，应该不是个无名之辈。大爷，是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日昌钱庄着火了。大火是子夜时分烧起来的，火势非常严重。5条人命就这么没了。一共发现了6具尸体。这5具尸体现在经过确认都是账房的伙计，还有1具尸体在账房，孟南姑娘正在处理。孟南，账房怎么样？大人，你也看到了，这里被大火烧成这样，所有的线索都毁了，这痕迹也都一个没留下。账本呢？账本也全都烧毁了。大人，咱们出去说吧。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分析来看，这5个人是被大火引起的浓烟呛晕，然后烧死的；另外1个是被直接烧死的，但是已经面目全非，无法辨认出身份。您说这屋内怎么会瞬间燃起这么大一场火呀？目前还不能确定，我觉得是有人为原因引起的。这是个疑点。大人，咱们刚刚砍杀了索伦图，
日昌钱庄就着了这么大一场火，除了掌柜的无一幸免。您说这二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要乱说。这是6条人命，不然会引起恐慌的。卑职知道了。光知道不行，吩咐下去。哎，这儿的掌柜你认识吗？名叫陈德，住在茶谷镇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哎，这个是我在火灾现场找到的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你的吧？上面还有你名字。官爷，这钥匙确实是小人的，不过陈掌柜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。今天早晨可是我第一个到的火灾现场，而且这东西只有我自己见过。你明白了吗？小人不明白，这钥匙昨晚上我就丢了。丢了？这么巧？陈德，你身为日昌钱庄的掌柜的，竟然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弄丢，而且它还是导致这场火灾的重要证物啊！官爷，这钥匙跟这火灾有什么关系呀？它怎么能没关系呢？那要不然我……算了算了，你呀，等着坐牢吧。别，官爷留步。想明白了？哎，也就10两银子的事儿。哦，明白了，小人带了。这是50两银票，您收着。这就对了嘛。俗话说得好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破财免灾。是，官爷教训的是。这个你收好。知府大人一会儿就来了，您先坐着，我出去忙了。好，官爷慢走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大人，大火是从卧房里烧过来的，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，完好无损。打开。开。大人，这儿的老板陈德已经找到了，现在押在府衙。回去看看。是。皇帝哥哥这次总算是硬气一次了。他这一道圣旨怒斩了索伦图，其实也是替咱们老爷扫清了山东的隐患。这下老爷安全多了，我呢也能少替老爷操点心。至于其他那些小毛贼，就靠子枫啊。干嘛呢？怎么了？夫人夸你呢，还怎么了？格格又夸我了。哎呀，我有那么优秀吗？夫人，其实这次我们都应该谢谢你。但是啊，这外忧虽然是解决了，可咱们这内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夫人，这你的意思？老爷天天不着家，子枫呢又神魂颠倒的，难道你们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也奇怪啊，哎，你说你们都没见过女人啊，一个个都这么着迷，尤其是你贺子枫，你是我的贴身侍卫，你比划什么比划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5步之内待命。6步了。哎，没到呢。哎呦，格格，您别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呀。哎呀，孟楠姑娘，你别走，我这就去吧。你等我，格格。我没生气。我估计你就是想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孟楠姑娘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这孟楠姑娘，怎么了这是？姐儿，
你又欺负孟南姑娘了？哎，没有夫人，孟南姑娘要走。手里端的什么呀？银耳羹。你喝呀？不是啊。谁让你做的？老爷。端走。好嘞。孟南姑娘，这怎么这么突然就要走啊？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照顾不周啊？没有，夫人，承蒙您跟大人的照顾，我才得以住在这儿。只是孟南实在不太习惯这里的生活，所以想住在家，希望夫人能恩准。你已经决定了？孟南已经想好了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多挽留你了。哎，哥，这，多谢夫人。那孟南就告辞了。孟南姑娘5步啊！没到呢。哎，小人陈德参见知府大人。啊，陈掌柜，不用拘谨，今天就是随便聊聊天啊。来，请坐。多谢大人。陈掌柜啊，大人，昨天你什么时候回的家呀？昨晚上小人关张之后就回家了。哦，这东岔谷离东昌府可是10里之遥啊，你见天都回去？不是，只是偶尔回去。不过昨日界内突然捎来消息，说家中老母身体不适，我关了张之后就赶紧回了家中。嘿，陈掌柜真是福大命大之人呐！都是托大人的鸿福。我哪有什么福啊？我要有福，我能贬在这儿了呀？大人，您言过了。陈掌柜啊，你对这个日昌钱庄着火这事儿怎么看？这事儿，哎，但说无妨。大人，以小人认为他是故意有人在放火。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钱粮当铺最怕的就是水火2字。这钱庄周围也不得有动火的店面。且建造之时，大堂、篱墙都用的是石料，那所有的木料它都是盖了灰背的。哦，灰背是什么呀？就是涂抹在木头之上，防火之用。至少要涂1寸厚，用来防火。哪怕是烧上1个时辰，它也不会烧到里面的木头。可是，就这一次的火势而言，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吞噬了6条人命，以小人看来，这有可能是有人在着火之前，他就进入了钱庄，做了手脚。继续说下去。想必大人都知道了，这钱庄是徐五爷的产业。徐五爷作为东昌府的首富，难免会遭人嫉妒。也可能是因为什么事儿，他得罪了什么仇家，他们都碍于徐五爷府上的门客众多，也不敢怎么样。可现如今呢，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。我想，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？今呢，这所有的门客都被大人您给抓了起来。我想，会不会有人借机报复？有道理。哎，你说那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呢？这个，大人，这钱庄的院墙虽高，它也是有能人能够翻进去的呀。陈掌柜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他们并不是从墙上翻过来的，而是直接用钥匙开门进来的？知府大人，小人确实有事相瞒。你隐瞒了什么？就是这个钥匙，今天那个捕快他又给我送了回来。不是，我等会儿，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是这样的，大人，昨晚小人回到家中，发现钥匙不见了。天色已晚，又要照顾老母，
所以呢，我就没有仔细寻找。可是今日，就刚才来的时候，那个捕快说在失火的现场找到了这串钥匙，还要挟小人50两银子。你给他了？实不相瞒大人，小人在这钱庄做事，虽不能说是阅人无数，也是颇有一些见识，素来知道这小鬼难缠的道理，所以就直接花钱买路来见我这阎王本人。不，大人，小人没有这个意思。打个比方啊，来坐。多谢大人。陈掌柜，你还记得那个捕快吗？小人认识，就是那秦捕头的兄弟，他叫项武。来一个吧，啊！哎呦，来两个，来了，给我拿来。来，长官，我也尝尝，好吃的。老板娘，您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哎。哟，这不是五子回来了吗？吃完了。可以。吃着。五子，当捕快了。这身官服不错啊。嗨，五子，过来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个时辰不用在衙门里当差吗？衙门里现在没什么事儿，我回来看看。哎，你们衙门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出事儿？出什么事儿啊？我刚才在街上看见那个女仵作，她是不是被罢官了？她一个仵作算个什么官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她是不是被你们衙门给赶出来了？因为我看见她的时候，她身上背着包裹，这脸上还挂着泪呢。背着包裹？对啊。还哭了。这边小。姐，我明白了。他应该是让那知府夫人给赶出来了。为什么呀？还能为什么呀？争风吃醋呗。我跟你说，姐，咱们这位知府大人的弯弯肠子多了去了。我看他跟那个女仵作，那腻腻歪歪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小点声。我听秦大哥说，他为官很正派的。嗨，他说，那做人跟当官能一样吗？他秦朗。当捕头的时候还秉公执法、刚正不阿的，那他遇到我姐夫那事儿的时候，他不一样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吗？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卖面具了，2文钱一个。2文钱一个，老板，我看看啊。哎，好嘞。新鲜青菜，来看一看。太好了。格格，梦楠姑娘在哪儿？还躲着我呢。格格，您觉不觉得梦楠姑娘其实挺可怜的呀？一个人在这世上无依无靠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事老爷知道了也会不舒服。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把他请回去啊？老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梦楠姑娘搬走了。搬走了？啊，可不是嘛，就是你没来那会儿，夫人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梦楠姑娘一气之下搬出了衙门。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说是搬回家住了，但是我刚才去找，根本没有。星儿啊，你怎么不说拦住点啊？哎呀，我拦了没拦住啊，结果夫人就出来了。你就是个废物啊！你让你干点什么行？走吧。干什么呢，老爷？找去。哦。老爷，夫人，干嘛去啊？日昌钱庄失火，我得过去看看。你不刚回来吗？又要出去啊？又出了新线索呀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夫人，你怎么？我不能去啊？当然，来，夫人请。
大人。老爷，这儿烧的也太惨了吧！岂止是惨呐，夫人，这里里外外烧死6条人命啊！啊！夫人，进去看看吧。老爷，你不是说这儿已经看过了吗？要不咱们就回吧。那哪行啊，夫人，来都来了，再说备不住能找着点线索呢。走吧。大人，夫人，孟南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他们不是说你搬走了吗？哦，我是觉得这案子还有点疑点，所以特意回来找找线索。哦，那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啊？还真发现了，大人，那墙边地面上有一条沟槽。哦，好。那夫人，我随孟南姑娘去看一眼。大人，这边请。大人，您看，就是那条沟槽。有人事先潜入伙计们的卧房，悄悄地刨出了一道细小的沟槽，直通隔壁的账房。而后又捡来陈掌柜遗失的钥匙，连夜潜入钱庄，溜进账房，接着那道沟槽继续刨，然后将油倒入，直接流进隔壁的卧房，而后再放火点燃。这样一来，卧房内的火势必然凶猛，瞬间便将那6名伙计吞噬。所以他们逃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被烧成了重伤。夫人，老爷干嘛呢？疯了！啊！哎呀，神神叨叨叨咕半天了都。我去看看。老爷，哎，今儿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孟南姑娘找着没有？快找去，快！老爷，咱就别找孟南姑娘了。不找怎么能行呢？她是老爷左膀右臂，没她不行啊！快去！老爷，我说真的，咱就别让孟南姑娘回来了。你说什么真的？老爷找她有用，你快去！老爷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，到哪儿我都这么说。快，你帮这个门框干什么？做贼似的！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老爷，保重。小王爷，您慢走。陈掌柜，请留步。好。
大人。陈德，大人，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吗？大人，小人冤枉的呀！你怎么冤枉啊？我这平白无故的被你们抓进了大牢，我还不是冤枉的？你说你平白无故？行，那我问问你，那天上午离开衙门之后，你上哪儿了？我去了钱庄啊。钱庄不是封了吗？你上那儿干嘛去？回大人，小人在钱庄多年，与那伙计们感情颇深。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本想在钱庄悼念一下，可一到那儿一看，已经贴了封条了，小人就先行回家去了。回家见谁了？我见了我一朋友啊。一朋友？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住哪儿？说。大人，您不会因为这个就把我抓来了吧？问你什么就说什么。是，大人，我那朋友叫安小海，家住临清州，在那里呢开了个粮行，平日呢也是我们钱庄的主顾，和我交情颇深。肯定错不了啊，那交情能错吗？一出手500两银子，那是他欠我的钱。欠你什么钱啊？赌债。哎，说成赌债，这是最机灵的回答。说多少是多少。那我问你，他怎么知道今天你就在家等着他呀？我们事先约好的，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。好，算你编的圆乎。我再问你啊，钱庄伙计住那屋，跟账房之间为什么通着一条沟槽？说。这我可不知道，也可能是伙计们自己挖的吧。伙计们自己挖的啊？嘿，哎，行，也有可能。伙计嘛，都外地人，打了烊干什么呀？得了，咱挖沟玩吧，是这样吗？是，那就挖吧。这帮人也是，你说你挖就挖呗，你倒挖个深点的呀。不，他挖个浅浅的沟槽，那不3下2下子就挖完了吗？这挖完了没事干，那怎么办呢？又有人说了，哎，这么着，咱们上旁边账房那儿，咱再挖一条去吧。走，稀里糊涂这就进不去呀，他没钥匙啊。我问你，他们怎么拿着钥匙了？大人，那钥匙不是……哦，对了，钥匙你给丢在那儿了，对吧？是，这就全对上了。咱们接着说，啊，这帮伙计稀里糊涂，这就又奔了账房，说咱们挖沟吧，进不去，没钥匙。嘿，天公作美，捡着一串钥匙，挖吧，接茬又挖，3下2下又挖完了，这就又没事干。这会儿又有人说了，说咱这么着吧，咱把这两边啊，咱给它串起来，咱们倒上鱼油，点上火，腾，这屋就着了，把咱哥几就都烧死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大人，你慌什么呀？我这还没问完呢。大人，小人有罪，大人恕罪呀。陈德，你知道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？知道自个儿误在哪儿了吗？你误就误在那团钥匙上了，你伙同别人烧死了6个伙计，为了撇清自己，你提前把那钥匙扔那儿了，造成一种别人捡了钥匙进入火灾现场的假象。但你没想到那串钥匙啊，
阴差阳错，又回到了你的手里。等我问你的时候，你就诚心把我往那钥匙上引，你也不算算我是谁。但是可惜了啊，你看看你找的那帮人儿，临走连沟槽他都没填平。后来我去了一趟火场，当然了，这也就是为了糊弄你。我得让你知道啊，我上当了，是吧？两人不往非礼也嘛。但是我也没想到，结果让我发现了你作案的手段。但是陈德，杀死6个伙计的绝不是你一个人，你还伙同了其他人。说吧，同伙是谁？大人，那个人，我真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安小海，你那朋友，给你送钱那个，他送的也不是什么赌债，那就是你俩辛苦钱儿。现在说说吧，为什么放火？大人，是那安小海，他要放火烧毁账本儿。哎呀，我说小安爷，您这说取走就取走，这徐五爷他知道吗？这就是徐五爷通知我们过来取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们这儿新来的知府盯上徐五爷了。不会吧？刚才我还听说徐五爷要宴请新来的知府呢。嗨，这叫缓兵之计。怎么个缓法？过了今晚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陈掌柜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小安爷，您这就客气了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这批银子里有5000两，是我背着我爹偷偷存的，是我自己的。那您什么意思？我得取出来呀！我要把这些全带回家，那我爹肯定就发现了。哎呀，那还不好说。您把您那份放这儿不就得了吗？不行，徐五爷交代了，今天无论如何都得全部取走。为什么呀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你们这新来的知府，哦，对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由于这次取现银的数量过大，我爹现找了临清州的镇远镖局押送，我这半路上根本就没有时间折腾。那您准备怎么办呢？哎，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我把这些银子先全拿回去，等我爹清点的时候，我就说是你们这儿出了差错，多给付了5000两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凭我爹跟徐五爷这交情，他肯定得还回来呀。那到时候，我不就有机会折腾出去了？那合着就是个圆谎的事儿啊！那为什么害死6条人命？大人，这真的不是小人的本意呀！小安爷，快进去说！小安爷，屋里说，屋里说呀，还进什么屋啊？徐武死了，你赶快把衣服穿好，跟我进城。这大晚上的进城干什么去？徐武不死了吗？你们钱庄的账本很快就得送到你们省城的钱庄去。我爹跟那儿的关系可硬着呢，你得把我那账本全部销毁。销毁账本？不行，万一要是查出来呢？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就一把火的事儿。放火？你喊什么呀？我没别的办法了。不行！哎，那要不这样，不用你放，我自己来。只要你现在跟我回去，先帮我把那几个伙计调出来就行。这样，事成之后，我给你500两。都醒醒，都出来了！快点，别睡了！怎么了，掌柜的？这大半夜的不让人睡觉啊？睡什么觉？都出大事了！咱们钱庄老板让官府给逮了，说不定一会儿啊就来接手。有些什么事儿啊，要提前跟你们交代一下啊！赶紧，快点！
到前面去。走快一点啊！快！你既然说把伙计们都喊出来了，为什么伙计们还会被烧死？大人，我和伙计在前院待了有半个多时辰，也没见安小海放火。我以为安小海他是害怕了，然后我就把伙计们都轰回去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可谁知道，大人，小人有罪，大人开恩呐！你们为了拽泥本府探案的方向，就活活害了6条人命。大人，您刚刚在牢里审问陈德的时候，好像有所顾忌啊。哦，什么地方啊？当您说到钥匙重新回到陈德手里，您停顿了一下，您在隐瞒什么？不错，真是个捕头，这么点小地方都让你给瞧出来了。大人，您直说吧。秦捕头，你那个小兄弟啊，武子，对，他怎么了？拿了件物证，勒索了陈德。这个混账王八蛋！说心里话吧，我现在挺为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你的人。你说此事该如何处置？大人，武子这小子从小手脚不干净，爱占小便宜。您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？你们几个刚开始跟着我，对我都很好。前些日子索伦图在这做手脚，你们义无反顾地帮着我，这我都看在眼里。可项武现在是官家人，销毁物证、勒索嫌犯，这加在一块儿，罪过不小啊！大人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请您治罪。可是武子现在是官府的人呐，秦捕头，你也不是江湖人士，江湖情义这一套，能处理得了这种事儿吗？大人，不管怎么说，请您别把武子赶出去。如果他因为这个被赶到江湖上去，他这个人没法混，以后就算废了。那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他也不能就这么过去呀。您说怎么办怎么办？秦捕头，要是换成你，你该怎么办？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了。行了。大人，打了50大板，还请大人继续责罚。算了，打也打了，让他长长记性就行了。还不快谢大人！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篇儿，咱们就此翻过去，带他养伤吧。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，平常自然有一些见过得光的账目，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。我们在墙的夹层里发现了一个箱子，完好无损。打开。大火之后，箱子完好无损，里边的账本却消失不见了。是谁拿走了它？在后面操控的人都有谁？看来我得亲自去趟林庆州了。哎呦，汤汤姐姐，伤这么重吗？汤汤，行了行了，喊什么喊？
我要是真打你，你还能喊得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五子，这回打你算轻的，没给你关进大牢就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哪天我非得弄刘墉一回。别不识好歹啊！嫂子，我们可能要去一趟林清州，去办案。抓人。我不去啊！五子，你懂点事儿行不行？你刚犯了这么大的错，大人是给你一次立功的机会。就是啊，哎，就因为那点银子，他就把我打成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屁股开着花呢，我骑不了马。那你走着。你去不去？不是不去，那不是咱们地盘。你们这次去办案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嫂子放心，刘大人都安排好了。你们得一定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尤其是你，你得听话，别老胡闹。知道了，姐。秦捕头，此次外出办案辛苦了，卑职告辞。哎，秦捕头，啊，有一件事我想问你，这次你去林清州是办什么案？同知大人，你这缉拿公文都盖章了，怎么不知道办什么案子呢？啊，是这样，那个知府大人啊，看我日夜为朝廷操劳嘛，不是，然后心疼我，以后呢，我只管盖章，别的闲事不管了。章盖得真好。那是。卑职告辞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吗？你不会敲门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老爷，这是我的屋啊。哦，对了，哎，夫人那儿情况怎么样了？夫人那里没什么大事，正在给何子峰下棋呢。哎，老爷，你叹什么气呀？现在整个衙门的人都被我收买了，都替咱盯着呢。我是说呀，这也没个人分析案情，这也没个人说个话，老爷心里不苦吗？哎呀，老爷，你千万别这么想啊，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。3年2坎儿，才多了点呗。那不是你还有1年好日子吗？我那找着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我不让你找去吗？啊，我没找着啊。你得找去啊。哦，我现在就去。你回来，我自己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呀，上夫人那儿盯住啊，别让何子峰又跟上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老爷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整个衙门里都是咱的人，都替咱盯着呢。很可靠。放心吧，非常可靠。都听你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老爷，你真放心吧啊。你再去问。哎呀，你怎么？你再去问问啊！我在门口等着。行，我去。老爷，您出去啊？哎，秦捕头，大人，拿到缉拿官文了吗？我刚从缉道厅出来，已经拿到了。好吧，赶紧去吧，切记，行事秘密，不可大张旗鼓。卑职明白。去吧，大人，您不去啊？我还有些事情需要搞清楚啊。你们先去，等着我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格格，将。哎，我不走这儿了，格格，咱不能总回去啊。我不管，我就不走这儿了。那不行，刚刚说好最后回的。我反悔，不行，别，再来。夫人，老爷出去了。夫人，老爷出去了。这是。情况怎么样？他们都把咱给卖了。杏儿啊，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你不是说都是咱们人吗？是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啊！看你个废物！
老爷不留点心眼行不行啊？你说这我要跟出去了，夫人马上就得追上把我抓回去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个案子现在办不办？老爷，趁现在夫人没来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也只能如此了。走。孟南姑娘，来了。你们找孟南姑娘，她不在这儿住了。那您是？我是帮他们看房子的。那您知道孟南姑娘去哪儿了吗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来请孟南姑娘回衙门的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嗨，最近呢，孟南姑娘一直心情不好，我还劝她，你心情再不好，也不能把差事丢了。这不，刚刚知府大人还来请过她呢。知府大人也来过啊？是啊。那你有跟他说孟南姑娘去哪儿了吗？说了，孟南姑娘不想在家里住，去永福客栈住了。永福客栈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小八戒啊，看看这个，看看，哎，不错吧？啊。进。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孟南姑娘，因何不告而别呀？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是不是夫人说什么了？没有啊，夫人什么都没说。我就是觉得我一直住在府衙上不太合适。大人您放心，您探案需要我，随叫随到。好，住哪儿的事咱们以后再说。我今天跟你商量另外一件事。孟南姑娘，你平时啊心思缜密，有件事情你帮我印证一下。大人，你说的是纵火案？没错，我审了陈德，陈德说呀，这个安小海是为了烧掉他个人那点私账而放了这把火。这纵火案是安小海干的？基本上可以断定。夫人，哎，夫人，刘大人，您怎么不辞而别啊？哥哥急坏了，到处找你呢。我着急了吗？没有。老爷，这么巧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孟南姑娘，你也是，一声不吭就走了，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呢。夫人，您别误会，大人。不过呀，当然还是老爷最担心你了。你看，这不自己亲自来请你回去了。没有，夫人，我找孟南姑娘是来谈案子的。只是谈案子？哎，晴儿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对对对，老爷就是在谈案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解释了。好吧好吧，夫人，这样咱们先回去，回去再说啊。老爷，你刚不是说要跟孟南姑娘谈案子吗？你们好好谈，我回去。哎，不，我也去。站住！你谈案子，我回去。子枫，回去一定要好好劝劝夫人，让夫人不要生气。刘大人，这个事儿您真得自食其力，我没法代劳。贺子枫，大人，您真不该瞒着夫人过来找我呀。嗨，其实我也不是专程来找你的，本来想过来说两句话，马上就出城的。出城？大人，您要去哪儿啊？走不了了，先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啊。孟南姑娘，打扰了，告辞。大人。夫人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在屋呢，夫人。
哎，夫人，有什么事儿啊，让我进屋说啊。他不能老在外边站着呀，这个，啊。老爷，走吧，去我屋吧。我找个孟南姑娘，她生什么气？老爷，夫人心海底针呢。你忘了上次你出去喝酒，夫人在家里就大发脾气，你回来之后不也没进去吗？所以你这次也进不去了。这能是一回事吗？我再试试。老爷呀，你怎么还不死心呢？你肯定是进不去了，跟上次一模一样。还是上你屋去吧。哎，老爷请。五子，姐，哎呀，你看你这衣服，五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路上要注意安全，然后到了那边，你可不能闯祸，知道吗？你得多听秦大哥的话。哎，大哥，我姐叫你。谁笑了？你们俩聊会儿啊。来。嫂子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。就是五子，你帮我看着点他，别让他闯祸。行，您放心吧。走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去。霞，刘霞，哎，来了，夫人。怎么了，夫人？老爷在你这儿吗？没有啊。老爷昨晚没在你这儿。没有啊。不是夫人，老爷他到底去哪儿了？把人都叫出来，给我去找老爷。哎。老爷，夫人走了。走了呀？都走了，院里边的人也都走了。快走！哎，贺子峰，我让你出来找老爷。找。哎，刘大人啊，去哪儿了呀？孟南姑娘，孟南姑娘，孟南姑娘。贺侍卫啊，我看门没关，我就进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对，我来找刘大人。刘大人来过吗？大人啊，昨天你跟夫人走了以后，他就紧接着出去了。啊，那既然没回来，那我就不打扰孟南姑娘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那难道是出城了？你说出城去临清州了？没有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哦。哎，老爷，咱真要离开东昌府吗？不离开怎么办？外有强敌呀！你们家这个夫人早晚把我折腾死啊！跑吧，不跑小命就没了。老爷，咱去哪儿啊？跟着老爷就完了，瞎打听什么嘛你？行，跟着老爷。喜儿啊，哎，你看那是个卖包子的。是卖包子的。去，买俩包子吃吃。多买几个吧，老爷，咱买上他10个。买那么些干什么？老爷吃不了。剩下那8个，我给你解决了。你去吧。好。你就不能请老爷吃几个包子？俺这不是存着钱娶个媳妇吗？香。你去。
得嘞，10个啊！逮住你呀，就是个累赘呀！哎，别急呀，包子。不是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那哪行啊？这不都给您捡出来了吗？哎呀，多少钱？我给你钱。10个铜板，10个铜板，给你。哎，不是，老爷，你这是坑我呀！哪儿啊？你这是坑我呢！老爷就拿这个请我吃包子，我包子也没吃上，还挨了顿打。活该！夫人，我委屈啊！你委屈？你替他打掩护，你就活该。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别生气行吗？看来老爷这回是谁也不想带，就他能，他谁都不想带。你说老爷真是让人操心，都多大的人了，还玩离家出走？他自己在外边有多少仇人，难道自己不知道吗？你说他一个人在外边查案子，要万一有什么3长2短，你说咱这一大家子，你瞎说八道什么呢？老爷吉人自有天相，又是朝廷命官，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说老爷一个人在外，真要万一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他死在外边呢，我才不管他。别着急啊，夫人，一会儿贺侍卫回来，说不定就把老爷带回来了，别太担心了。这位姑娘要算点什么呀？先生，您帮我算算，我到底想干什么呗？我算出来你要捣乱。大人，您别装了，您这整的还挺像的。孟南姑娘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大人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要跟您一起去临清州。不行，孟南姑娘，大人出门这是公干，哪有一大人带着一仵作出去的呀？有事会叫你的啊！我不管，我是您徒弟，您是我师傅，您去查案就得带着我呀。孟南姑娘，再说咱俩这一道走着去临清州好几天的路程，多有不便。算了，有什么不便呀？孟南姑娘，这再怎么说，这也算孤男寡女啊！啊，这要传出流言蜚语来，对你一个姑娘家不好。我不怕。大人，莫非是您怕吧？大人有什么可怕的呀？那就是您有什么不方便说的事儿。胡说！大人一生为官清廉，没有任何事不能与人说。那不就成了吗？咱们走吧。不行，有事叫你，快，自己回去吧。大人，我就是觉得您是一个好官，好不容易来到咱们山东地界，我们老百姓终于能有一个出来为他们做主的了。我是真心真意想跟着您办案。再说了，我不跟着您，那我爹的仇什么时候能报啊？好吧。您同意啦？可有一样，这一路之上，咱们父女相承。那不成？那就说你是我的小丫鬟。哪有算命先生带丫鬟的？那怎么办呢？我都替您想好了，我是您徒弟，您是我师傅。好吧，走。我先跟您学算卦。哥哥，找到了吗？没找到。哎，不过我向兵马楼的老板向月荣打听过了，说好像是秦朗带着几个捕快去了临清州，我就猜应该刘大人也是去了那儿。临清州？啊，
跑那儿干嘛去了？去办案，应该是去查失火案的嫌疑人了。我们也去。咱们也去林清洲啊？你们俩现在就去收拾收拾，立刻出发。好。啊，好。就鱼。行好，给点吃的吧。抓小偷啊！哎呀，造孽呀！给口吃的。好几天没吃饭了。哥，这林清洲怎么这么惨？连续几年灾荒，百姓颗粒无收。那这些人也太可怜了。这衙门都不管吗？古子，那你说，咱们昨天住的唐远县，离这儿也没多远，怎么这两地差距这么大？这好歹也是个州啊！葛春啊，咱们是来办案的，多看，少问。行。奶奶，给您吃。我的好孩子。都给。哎，来，给。哎，孩子还没吃。春儿，你去找一个有马厩的客栈。哥，咱不是应该去驿馆吗？去什么驿馆？在没有摸清安小海底细之前，咱们谁也不能暴露身份。我说明白了吗？哥，那咱们连衙门也不去了？你是不是傻呀？走。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东昌府捕头秦朗带着2个捕快来到了咱们林清洲。东昌府？对。那不是刘墉的地界吗？他派捕头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？老爷，我听说这个刘墉……我知道。左都御史贬到咱们这儿之后，就斩了索伦图。此人来者不善啊，我们不得不防。那几个捕快呢？安顿下来了吗？哦，他们没有住官驿，而且是便装前来。便装？对。听说东昌府日昌钱庄发生了一场火灾。
这火灾查案也是官府的正事儿啊，为什么要变装呢？看来他们此行还有其他的目的。这样，你马上派袁长春去查个清楚。是。哎，等等，他们既然是变装前来，恐怕是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告诉长春，一定要小心行事，不得暴露。明白。刘墉，店家，我们要2间上房。客官，不好意思，就剩下1间客房了。哟，那不合适。哎，店家啊，咱们这附近还有其他客栈吗？啊，咱这小镇小，就我这1家客栈。如果2位呢要想找别的客栈，那只有到唐远县或者临清州了。我们就是要去临清州，那请问那儿离这远吗？那2位是骑马呀，还是走路啊？我们走路。哦，走路的话那就有点远。要是走官路的话，得1天功夫吧。1天？对对对。有没有更近一点的路啊？近路倒是有一条，哎，出这店门口，一直往南走，5里路就到了一座大山那儿。你捋着那山道啊，翻过那座山，也能到临清州。那得多长时间呢？走山路快的话，半天功夫就到了。大人，那咱们还是走山路吧。嗯。哎，不过我听说啊，最近山路不太平，经常有山匪出现。尤其像姑娘你，长得这么漂亮，是吧？如花似玉的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看是吧？我劝2位啊，还是走官路比较好。那您就甭管了。哎，得，那你2位到底住还是不住啊？不住了。住。不住。那到底是住还是不住啊？我们住。啊，住啊，住好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那我给你俩开1间房啦。对呀，你快开吧，你笑什么？这是我师傅，我是他徒弟，师徒2人住1间房怎么了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哎，那个小2，哎，来了，2位客官，楼上请啊！哎，2位客官，楼上请。走吧。这老色鬼。你说什么啊？店家，这可就是你不对了啊！你看我一个算命先生就不应该有徒弟是吗？这叫狗眼看人低，懂吗？揣测人意，信口雌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狗衔门帘，全凭一张嘴。怪不得街坊人都说车船垫脚丫，无罪也该杀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。王八蛋！这怎么还骂人呢？哎，猛男啊，你说这叫什么东西？大人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猛男，你也甭生气啊，这种小人不值得。朱一武怎么了？心底无私怕什么？怎么着？今天呀，你睡床上，大人在这儿坐一宿。不是，大人，那怎么能行啊？理应您睡床上，要坐也是我坐呀。怎么了？看大人岁数大呀，身子骨不比你差，明天还赶路呢，赶紧睡觉。大人，您不睡床上，那我就在这儿坐一宿。蒙南姑娘，既然你要求跟着我出来断案子，你就得听我的话。这是大人的命令。睡觉。快点！不睡的话，明天不带着你。
这是干嘛呢？没事儿，这就是休息。大人，我一直想问您个问题。嗯，您会一直留在山东吗？孟南姑娘，你觉着我应该留在山东？当然想了，可我也希望您能早日回京。像您这样的好官儿，只有位置越高，才能更帮助百姓。当官哪儿那么容易啊？真干起来难着呢。孟南姑娘，你就说咱们今天这个处境，四海粮行是本地最大的粮行，管事儿的是安四海，他儿子就是安小海。想查安小海的下落，就得从这个四海粮行入手。五子，别吃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明天你哪儿也别去，就给我盯着这个四海粮行啊！如果发现安四海和安小海的线索，马上回来说一声，听明白了没有？行了，哥，你放心吧。葛春啊，安家不是大户吗？亲戚朋友不是多吗？周围下手摸一摸。知道了。哎哥，他那个我去。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哥俩没事儿，街面上转转，把周围地形摸一摸啊！是。这次咱们可是秘密行动，当务之急是谁都不能暴露身份，到时候可别怪哥哥翻脸不认人啊！尤其是你，别给我使小性子，知道吗？别因为你坏大事儿。这是咱们据点，有什么事儿都回来说清楚，啊！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老爷呀，就算你丢下我，我也不能丢下你呀。你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荒郊野外，无依无靠的，真可怜。老爷，我来了。老爷，查到了。什么情况？刘墉这次派人前来，是为了查日昌钱庄的案子。他们一直在找安小海。安小海，四海粮行的少东家。对，他们在日昌钱庄入了股，和徐武谈了人情，徐武让他做了日昌钱庄的账房先生。那看来刘墉此次前来，目的很明确呀。日昌钱庄可是千一发动全身的地方。那几个捕快呢？现在怎么样？哦，他们刚刚住进客栈，还没有什么动静。去，差人给我打探清楚安小海的下落。老爷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啊，好，那这样。我马上写封快报，你差人送往济南。另外，我猜想刘墉马上就会到达咱们临清州，
我们一定要在刘墉到达我们临清州之前抓住安小海。是。老板，劳驾问一下，这个人你见过吗？慢走。你笑什么？见过没有？昨天晚上入住我们客栈的，真的啊？他住哪间房？已经走了。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大概有1个时辰了。有说去哪儿吗？哎，你们是来捉奸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老头，昨天晚上跟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的住一起的，一看就是老牛吃嫩草。少胡说八道！行，你看你还急了呢。哎，你跟这老头什么关系啊？你哪那么多废话？问你什么你答什么？去哪儿了？临清州，他们走的是小路，没走官道。我警告你，好好看你的店，少嚼舌根子，给我小心一点。大人啊，咱们这第一步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啊？您不知道啊？孟南姑娘，你真以为我穿上这身衣裳就能掐会算啊？那我在京城算算不就完了吗？我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那咱们去临清州总得干点什么吧？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，随便打听，随便问。这跟钓鱼一样，你不下钩啊，他那个鱼不会自己跑到篓子里来。我现在就是那鱼钩，但搭上你这么块鱼食，我替你冤得慌啊！不冤，我觉得特好玩呢。你以为这是玩去啊？过去啊！大人，别动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没事儿，别动。没事了，啊？放心吧，确实没事。大人，这太危险了。没事。那你这伤？没大碍。大人，没事吧？这边休息一下。来，大人小心。哎，大人，您确定这是安全的吗？应该没问题了。那我可处理这伤口了，这箭头不能在里面时间太长。孟南姑娘，这你也行啊？我略通医术，再说也没别人啊。那好吧，来。你这带的可够全的，你这个。大人，哎，忍住了，有点疼。哦，你等一下，孟南姑娘，等一下。来吧。大人，你干嘛呢？你怎么跟小孩似的？我这没拔呢。啊？没拔呢还？哦，哎呀，等，拔！大人并不是害怕，大人只是有时候见着血呀，稍微有一点晕。
没事，你大胆拔，我能忍住。来，木兰姑娘，没想到啊，你还真是什么都行。这要没你，还不知道出多大乱子呢。木兰姑娘，你倒拔呀！我拔完了。啊？拔完了。哎。哎。大人，您刚才站那会儿，像个英雄一样，你怎么这会儿这么害怕呀？什么英雄啊？大人是心里有谱。你把那支箭递给我。木兰姑娘，你看看这支箭是什么人用的？看着箭头箭尾不像是官府所用，好像是普通猎户，或者是土匪。对呀，如果是官军射咱们，咱俩早就变成筛子了，还能在这儿坐着。但是射箭这个人很奇怪呀，你想想啊，如果说他第一箭算失手，第二箭射歪了，就这个还出来行刺啊？啊？好，就算是都失误了，那他为什么不接着射呢？对呀，而且都没有致命的箭。所以说，他就不是奔要我命来的。你以为老爷不怕死啊？老爷一样，但是老爷算出来了。哎呀，大人，那您这是得罪谁了呀？您，猛男，只要秉公断案，肯定会得罪人。你哪知道得罪谁呀？大人，那咱们这接下来是回客栈休息，还是接着往前走啊？往前走啊！都到这儿了，岂有回去的道理？走。您这伤……没事，这不是有你吗？走。谢谢谢谢。我求求你们了，我这还得赶路找我姥爷，我这些都不够自己吃的，你们别在这站着了，行吗？我真的，我这一路上，哎，你们走吧，别在这站着了。我。行行好，你们给点吃的吧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行行好。给你们两个，你们自己分好吧。不是，哎，你别，你给我留点，你们行不行好，行不行？哎，你家。格尔比度，
怎么了，子枫？怎么回事啊？子枫，这是怎么了？格格，看来这儿有人遭受过伏击啊。老爷出事了。我就是说，有人遭受过伏击，没说一定非得是老爷。不是他还是谁啊？他不是刚跟邱木南从这儿过去，而且他那个脾气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，多少人惦记着想害他呢。行了，格格，您能让我安安静静先看一下再说吗？我知道您心里着急，可不能着急，咱们就遇到什么事儿都往老爷身上归吧。您想，这山上常年都是猎户，搞不好这就是动物的血，不是人的。我说子枫，这事儿都怪你，我让你跟着老爷好好保护他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是，怪我，怪我。什么时候出来？出来了！看，啊，这怎么这么贵啊？这么贵呀！玩什么场？没场了，有什么好少的？活嘛，就是啊！你们买得起了就买，买不起了就滚蛋！这有什么好说的？这粮食又涨价了！哎呀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哎，兄弟，什么情况？看看。今天的价格又涨了，这谁买得起呀？简直不让人活了呀！那你们报官呀？报官？没用，他们都是一伙的。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干什么你？我看看呀，看看，买不买粮？不买粮滚蛋！哎，你怎么能骂人呢？骂你？我还打你了呢！你还真打我？我可是……你是什么？我来看看。打他！什么情况？这袁捕头，这小子外地来的，在这闹事呢。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，给我带走！回去好好招待招待他。有劳了，袁捕头。客气，应该的。袁大哥，袁大哥，是我五子。像我？啊，是我！你放开！袁大哥，这可太丰盛了。哎呦，菜都是给你点的，吃喝。还行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说。我真的想你哥哥，来，我敬你一个。这自从我姐夫走了以后啊，我姐她就自己守着那个酒楼，孤苦无依的。你说，不说这个。哎呀，我知道哥，我知道你们之前有矛盾，但是我想清楚了呀，你们是你们，我是我，是不是？那秦朗是我大哥吧？那袁长春，你也是我大哥，是不是？咱们不分彼此。来，你别啊，你就说，咱们是不是不分彼此？咱们就是不分彼此。哎，对了，来哥，再喝一个。哎，对了啊，秦朗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呀，现在当捕头了，威风，威风着呢。哥，再碰一个。那他跟你一起来的吗？他现在虽说是我们头，但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那我这回来灵清州也是公差。那不然没事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我来这儿干嘛？是不是哥哥？哎，但是我这次遇到你，那也值。来哥，咱们再喝一个，这多长时间没见了？真想你哥哥，来，敬你。哎，高兴，真高兴。来，吃。哎，吃。
我跟你怎么说的啊？四海粮行门口给我盯死了就完了，瞎喝什么酒啊？跟谁喝不行，跟他喝。起来，你给我起来！哎呀，没喝多少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这叫没喝多啊？他乡遇故知，聊得开心。我让你开心，我让你开心。哎呀，你干嘛呀你？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他是我和你姐夫的仇人。那都是你们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他是李尔多的手下吗？你就是小心眼儿，那跟谁不是跟啊？那就是混口饭吃。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人家问了问我姐的情况，那也是关心，还问了你。问我什么了？咱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，你又回去当捕头了，咱们现在吃官粮。刘大人的情况你没说吧？那我倒没跟他细说，但咱得吹吹是不是？刘大人办的可是皇上最重视的案子，那咱现在跟刘大人办案子，我这么告诉他的，你又打我干啥呀？哥哥，你还是吃点东西吧。我吃什么吃？老爷没找到，我哪有心情吃啊？你说我平时是不是对老爷特凶，特不好啊？哥哥，您对老爷够好的了。那他为什么这么狠心的抛下我？不，他没抛啊！您别胡思乱想，您先吃点东西，啊，别一会儿人找到了，您反而把自己给饿坏了，啊！小心啊，老爷。可以可以。店家，店家有人吗？小心点。哎，你这是跑哪儿去了？你知道我哥哥急成什么样了吗？嗯。这都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其实是没什么大事儿。哎，射到脑袋就成大事儿了。出门在外要小心。是。再拿去热一热。哎。躺那儿去歇会儿。好，多谢夫人。药热好了，七彩会送过来，把药喝了，好好休息。好。梦楠姑娘，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哦。干嘛？哎，袁大哥，干嘛这是？走，袁大哥，袁大哥。项武，你真的和秦朗闹掰了？掰了，真的掰了。你小子，
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袁大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就放了我吧，我姐还等着我回去呢。老爷，有消息了，安小海我已经派人去抓了。好，速速带来见我。另外，袁捕头抓了3个东昌府的捕快，其中之一叫项武。哎呀，不是告诉他要小心行事吗？怎么能私自抓人呢？据属下调查，袁捕头与秦捕头有旧仇，抓项武也是为了逼问秦捕头来此地的目的。大人，我要不要把袁捕头叫来？不必，不用管他。这样，咱们正好利用袁捕头这个私仇，探一探刘墉。这也不失为一招投石问路啊！但是关键时候，你要提醒他，绝不可胡来。大人英明。妹妹可真好看，这次真是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在，我们家老爷这一路上，那可真是太危险了。哦，我是大人的手下，保护大人是应该的。来，夫人，这可使不得。真好看，妹妹戴着就是比我好看。使得，这镯子代表着我们全家的心意。代表着我爹，还有皇上，还有作为老爷夫人的我，对你的感谢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你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我不应该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。如果你只是老爷的下属，这镯子有什么不能收的呢？中午一起吃饭，想吃什么呀？谢谢夫人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这饭我就先不吃了。对了，老爷如果康复了，我再来探望他。好好保重。袁捕头，您要找的那个东昌府捕头秦朗，现在他正在到处找您呢。这个位头，弄好了再来啊！回见你啊！开香包啦！三弟，
二哥，嗨，真是你，我想死你了。快坐，二哥，快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怎么也不说一声？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想二哥不？想，日思夜想啊，二哥。这样吧，晚上3弟做东，咱哥俩好好喝一杯，成不？早就该聚聚了，多长时间没见了？是。不过二哥有件事情要求你。你有事儿直说啊，二哥。五子记得不？五子？哦，就是那个从小给你惹麻烦惹了不少那五子。就是那个臭小子，他跟我一块儿来的。嗯。哎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没听说过呀。我怎么听说他在你那儿啊？哼，他在我那儿干嘛呀？他被你抓了。那不可能，我抓他干嘛呀，二哥？好，那这么着，二哥，我查清楚，如果人在我这儿，今晚我完好无损的给你带过来，成吗，二哥？有楼了。呵呵，客气了，二哥。那晚上咱不见不散。去哪儿啊？你逃！别嚷嚷，这有伤呢，你逃哪儿去啊？事儿上都好了，夫人不是来了吗？肯定得把我领回京城。临清州咱们就去不成了，不跑不行了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孟大姑娘，一路多有风险，你就不去了吧？大人，你是怕风险呐，还是怕夫人多想？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原因。大人，您都说了，心底无私，怕什么？可是倒是是，可是……那要不然我去跟夫人说一声吧。走。兄弟们，现如今我的仇人来了，就在咱们临清州。你们说，我该怎么办？上！好，你就说让咱们兄弟怎么办吧，我们听你的。好兄弟，我要把这个人碎尸万段。这个袁长春，他纠集这么多人，究竟想干什么？看来他是要对这个秦朗下手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他还给我添乱，啊！动了刘墉的人，你怎么让我跟他交代？这个袁长春，就像一条疯狗，顺毛了还可以，谁要是动了他的食盆，谁都有可能被咬上一口。哼！看来这个袁长春啊，以后不能委以重任。你去给我调查清楚，我倒想知道知道他想怎么报复。快去！是。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五子还救不救了？你就继续给我盯着这个四海良行，其他的不用管。还盯着？五子可受着罪呢，哥。诸位乡邻，今天是我们兵马楼开业大吉，我特别开心看见大家过来给我们捧场。我在这儿先敬大家一杯，来！好，痛快！嫂子，差不多行了。你放心吧，再喝一杯。哎，等等，在喝下此酒之前，要不要老板娘再献词一首啊？好，这样啊，我为大家献词一首，鼓掌！好，来吧！
我也不会。向武，扶大嫂上楼休息。好嘞。那诸位吃好喝好哈。我给大家换一个助兴的方式吧。好。三弟，你怎么来了？月容，我想你了。咱们一块儿走吧，一块儿离开东昌府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知道你嫁给谭川就是报恩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咱们一块儿走吧。你想咱们从小一起长大。你今天喝多了，在这醒醒酒吧。别走，我没喝多。你松开我没喝多，我还有话想跟你说。玉荣，玉荣，起来！你们来人呐！长川，你干什么呢你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要是谭川我就忍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装什么装？秦朗，把刀放下！给我滚开！你疯了！我就不相信你还敢杀了我不成？这是你自找的！我跟那个姓袁的有仇，他脸上那道疤就是我砍的。哥，我还是觉得你不能去。怕我回不来啊？你肯定回不来。就算武则今天晚上回来了，你也肯定得在这儿待着。那怎么办？我敢跟你保证，今天晚上他绝对不会带向武去。那我就更得去了，正好跟他把之前的账算算。哥，你怎么去了？哎，哥，把他带上。刘大人是个好官，值得跟一辈子。秦大哥，我奉袁捕头之命过来接您。酒楼离这儿很远吗？不是太远，只不过我们捕头怕您太辛苦。哎呀，还是老三懂事，知道疼人啊。不瞒兄弟说，我这2天这路走的腿都酸了。哎，他自己没来啊？他在酒楼候着您呢。哦，您请，我来扶您。嗯。三弟，二哥，等久了吧？哎，好久不见，二哥，快坐，快坐，快，二哥。我说啊，我自己来就行，干嘛还要派车去接呀？二哥，这都是兄弟的一番心意，那好歹你是来了我的地盘上，不是？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。来，二哥，一路上辛苦了。真的想你啊，二哥。来，我敬你。二哥，先吃点吧，二哥。五子呢？啊，
别急呀，二哥，五子呢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但是该走的流程得走完，不是？所以咱们先吃，边吃边喝，等会儿他就到了。哎，吃啊，二哥！这幅场景倒是似曾相识啊。哈，是在哪儿啊？在二哥梦里吗？算是吧。敬你，二哥。我就知道二哥肯定还是想我的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月容还在等你啊。大嫂啊，那是咱们的大嫂，我秦朗怎么会有非分之想呢？是，这二哥教训的是。朋友妻不可欺。想当初呢，我也是因为喝了点酒犯浑，不然也不至于被2位哥哥赶出东昌府啊。现在想想，真是后悔呀。这酒可以多喝，这事可不能乱做。但是没关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错了事，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可以了。是，有时候啊，这自己酿的苦酒，必须得自己喝。干了这一杯，往事一笔勾销。好，二哥，干了。这时隔这么多年，又能见到二哥，五子还没到啊？咱们再吃一会儿，他可能就到了。二哥，现在应该在来的路上了。那我出去迎迎他。来人！三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就是想杀你啊！你不是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吗？过去？哼，过去。二哥，这么大一道疤长在我的脸上。这些年，我天天起床都能看到这道疤。很久以前我就发誓，一定要把你和谭川千刀万剐。就凭你呀？不然呢？要是放在以前，三弟我还真的不一定打得过你。但是今天你看，手无寸铁。还又中了我的迷香，恐怕你插翅难逃了吧，二哥？我看谁敢上！哼，这样大喊大叫的有用吗？真的是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兄弟们，每人给我砍他15刀，但是千万不要把他给我砍死了。给我上！都别动！二哥，你不是中了我的迷香吗？这种密捕犯人用的迷香，我比你知道的要早。二哥，你要是敢动我一下，他们立马就能把你剁成肉泥。来啊！报！袁捕头，李大人的紧急信件。二哥，我看一眼信没问题吧？当然。拿过来。
都给我滚！哎，走，道上，哎，道上，哎，引道上，哎，坐下，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兄弟，哎，五哥，五哥，你是谁？五哥，先别说话，有人派我来救你，先别管我是谁，快走。大人，您为什么要放了秦朗？你以为刘墉真的是为了来抓安小海的吗？他一个敢斩索伦图的人，不好好在东昌府享福，跑到咱们这穷乡僻壤，就为了抓一个纵火犯？属下不懂，大人请明示。刘墉就是冲着我们来的，知道吗？你敢动他的人，那不只是你。连我可能都得受牵连。索伦图之死可是前车之鉴啊！长春，你想报仇我理解，但我得知道刘墉为什么跑到咱临清州来，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在这之前，千万不可鲁莽行事，懂吗？明白了。以劫狱的罪名通缉秦朗，让他们什么也干不了。明白了，混下去吧。站住！别跑！抓住他！追！站住！二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追！在哪儿？别跑！在那儿呢！站住！抓住他！快！站住！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在那儿！追！在那儿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哥，人们，他是个瘸子，跑不了多远，肯定就在附近。兄弟们，散开了搜！是，走，快！哥，我饿了。真没事儿啊？好着呢，一切都好着呢啊！老爷，夫人，夫人。刘大人，这一路辛苦了。说说，你这一趟八趟的跑什么呀？夫人，哎，我不是怕夫人非把我叫回京城吗？刘墉心里发虚，只有跑啊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是要来带你回去，而不是来帮你的呢？是。刘墉知道夫人担心，可是夫人，你反着想想，这趟来山东，恐怕我刚一出京城，山东地面上所有人尽人皆知，他们能没有准备吗？如果说我带着大批的衙役军丁，我的目标大，他们准备的时间也多。而我现在呢，单枪匹马，机动灵活，
他回旋的余地也小啊。灯下黑，夫人。更何况，我刚斩了索伦图，他们不敢把刘墉如何？夫人觉着我说的对吗？对。那你说说，这女的怎么回事？夫人有所不知啊，孟南姑娘跟着我，根本起到的不是一个仵作的作用。夫人想啊，当地人谁肯跟刘墉说一句实话？当官的不说，老百姓不敢说，我哪儿找真实的消息去啊？孟南姑娘，第一她是当地人，第二她父亲呢与衙门有关，对本地的风土人情知道的比我多得多。我不是能得到真实的线索吗？夫人觉着我说的对吗？对。那我更得跟着你了。你说，你一朝廷命官，出门带一女仵作，这传出去，多不像话呀！可有我在呢，一切顺理成章。你说对吗？夫人说的对呀。哎，孟南姑娘，你说像你这样的姑娘，居然是个仵作啊？你不害怕呀？刚开始也觉得特别瘆得慌，特吓人，后来我还有点喜欢，觉得挺有意思。哪天我教教你？哎呀，不用，我就做饭挺好的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小人我老爷就还我让你跑，哪儿跑？喜儿，站住！你别我哎呀！你我更你打我！哎，好了，你干什么的呀？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他偷了我东西。你偷人东西了？我就偷吃烧饼。吃个烧饼怎么了？他吃东西给你钱，打人什么道理啊？拿着钱，走人。早给钱不就行了吗？这时候，刘贤儿，老爷，老爷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知道我这一路遭多少罪吗？我吃不好，睡不好。你看我是不是都瘦了？我看看。哎呦，俺的亲娘哎，这瘦的都没有人样了。行了，行，别闹了。你这个孩子呀，带着你不是累赘吗？啊，我怎么又是累赘了？行了，不说了啊。夫人看见了吧？喜儿也来了，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咱们几个现在是阴阳调和，兵强马壮。就凭咱们6个赶奔临清州，咱们为民除害。老爷，就咱们6个啊？您这心也太大了。少废话，不可坏我士气。进去。大人，你得救救我啊！大人，我不想死啊！大人，出去守着。是。为啥救你啊？安小海，救你可以呀，但你得跟我说实话，啊？这东昌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是申德，他偷钱庄里的钱被我发现了，他一怒之下就把钱庄给烧了。安小海，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，虽然我跟你爹有点交情。但我这衙门口的刑具你也是知道吧？我可给你伺候着呢。大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来人呐！大人，我说啊，大人。是我偷了钱庄里的钱，怕别人发现就把钱庄给烧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烧死人啊！大人，我不是故意杀人的，您就饶了我这条命吧，求您了，大人。
为了贪你爹点银子，你害死了6条人命，啊，罪不可赦。大人，求您看在我爹的份上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哼，要不是看在你爹那点薄面之上，我直接就把你交给刘墉了。我也就纳了闷儿了，你说你爹那么个聪明人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逆子啊？啊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真的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大人。跟我说点实话。这火灾着过之后，就没剩下点什么？火太大了，全都烧干干净净的。那之前呢？之前就没拿点什么？我就拿了点银子。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！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大人。我如果说的有半字虚言，任您处置。再说，除了银子，我也不在乎别的东西呀。好吧，先在我这儿住下吧。可是我爹那儿，你爹会来看你的。你看我干嘛呀？你现在知道吃馒头了。我第一天来这儿怎么跟你说的？咱们是来查案的，要隐藏好身份。你呢？什么话都说，谁的酒都喝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有这身伤，你活该你。我跟谁来了？我是跟你来了，我活该。我为啥成这样？不是因为你，我活该。我怎么了我？要不是因为你姐，我真懒得带着你。你别提我姐。那张八脸说了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姐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我就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姐？他是你大哥是吗？你不听我的，你信他的，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喜欢？我是谁怎么办？也算是工伤吧。你回头跟刘墉说一声，要么上朝廷给我报个功，要么给我抬2些银子过来，我得好好养我这伤。我把你姐向月容接来，好好陪着你，行吗？那倒不用，你给点银子就行。我就这么多，省着点用。你干嘛去啊？我去查案去。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啊？我昨天晚上是有人把我给救出来，而且那么多人追着我，我腿瘸成这样，他们愣是追不到我。你不觉得有蹊跷吗？确实有点蹊跷。你好好养伤，这事儿我跟大人汇报一下再说。你等会儿，那张八脸让我问你，我姐夫是怎么死的？算了，你走吧，回来再说吧。给我走！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点！这儿，还有这个，走走走走，快点走！赶紧的！